沒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會吃到新鹿谷的大黃派，香氣撲鼻的黃油酥皮，裝滿酸甜可口的大黃餡，帶着一點草本的清香，是一種記憶裡沒有的味道。大家好，我是八梅。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一種甜品叫大黃派？我第一次听说就是在《新鹿谷物語》裡，它是一個春季限定的食譜，就很適合現在這個季節。大黃是一種原產於亞洲的植物，不過我還真沒見過現實世界裡的大黃。很神奇的是，大黃在我們中國是一味中藥，但是大黃派卻是英國、美國還有一些北歐國家的傳統甜品。所以說，大黃派是一道有着東方血統、西方靈魂的甜品。很好奇它到底會是什麼味道？材料都準備好了。需要來做酥皮和大黃餡，這就是我在一個西廚的供貨商那裡買到的大黃。大黃這個名字跟它的外表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大黃的根其實是用來做藥的，這個是大黃茎，用來做甜品，是綠色到紅色的漸變色，還挺好看的。这一點大黃100塊錢。做餡料之前，先來做派皮。麵粉用中筋麵粉或者低筋麵粉都可以，麵粉裡加2大勺糖，一點點鹽，混合起來。再準備好1大塊冷的黃油，之前做派皮都是用廚師機做的，今天來展示一下手工的做法。冷的黄油很容易就能用刨絲器給它擦成絲，如果沒有刨絲器的話，你用小刀給它切碎也行。但是用刨絲器搓黃油的這個過程還挺爽的。再用手把麵粉和黃油揉搓在一起，趁黃油還是冷的没融化的時候，混合麵粉，搓成像這樣粗麵包屑的樣子，這樣就可以了。然後再用冰水，水裡面加一點新鮮的檸檬汁。剩下的泡水喝，把冰的檸檬水一點點加到這個黃油麵粉裡，只要水分剛好能讓它成團就好了，不需要去揉搓它，能混合成這樣一個粗糙的麵團就好了。然後分成2個大小差不多的麵團，稍微壓扁一點，用保鮮膜包起來，放到冰箱冷藏鬆弛大約1個小時。這個時候剛好可以來做餡料，拿出洗乾淨的大黃，長得像紅色的西芹。它的顏色紅綠和光照有關係，切的時候還有一股芹菜的味道。把它們切成大約6毫米厚的小段，嘗一個，不知道酸不酸。現實中的大黃派也是一種春夏時令的甜品，新鮮採摘的大黃茎會很脆嫩，但據說大黃本身的味道特別酸，所以在做餡料的時候需要往裡面加很多糖。這個時候千萬別不捨得放糖。很多傳統的大黃派食譜還會在餡料裡面加一些草莓或者樹莓來豐富口感。不過在新鹿谷裡，發明這個配方的馬尼覺得大黃派應該有大黃自己的味道，只需要加糖來平衡它的酸度就可以了。大黃加了糖以後會慢慢出水，越新鮮的大黃水分越多，析出的水會變成糖漿包裹住大黃。這時候再加一些麵粉進去，攪拌均勻，確保沒有乾粉結塊就好了。冰箱裡冷藏的派皮麵團已經變得硬了一些，把它擀成一張大約3到4毫米厚的面皮，拿出家裡祖傳的派盤，鋪在裡面，邊緣貼緊一些。大黃餡裝盤之前還要再撒一點糖拌一下，把它們均勻鋪在盤子裡就好了。最上面再舀上2勺半融化的黃油，在另一張擀好的派皮上面切一個五角星，蓋在餡料上，這樣看起來就跟新鹿谷裡一樣了。邊緣捏起來，再修整一下。用上層的派皮包裹住下層的派皮，進烤箱之前表面再刷上一點雞蛋液，烤出來會更加金黃好看。如果家裡有這種粗顆粒的黃糖，也可以在表面均勻地撒上一層，烤出來就會帶有焦糖的香氣。烤箱240度，先烤15分鐘，然後轉190度烘烤，大約1個小時後，金黃色的帶有濃郁黃油和焦糖香氣的大黃派就出爐了。從中間的五角星裡，你可以聞到酸甜可口的大黃餡的香味。要把大黃派晾涼，等裡面的餡料凝固以後再吃。切開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外層的派皮很酥脆，裡面的大黃餡似乎已經沒有了任何纖維感，變得很軟糯。飄出來酸甜的香氣，好像一種梅子，但卻是一種記憶裡沒有的味道。你以前有沒有吃過大黃派？要不要來一塊？只要點個讚就行。你別說，還真的挺香的。這個表面的酥皮很酥，而且上面撒了糖，看着就好吃，有一股很明顯的清香，
中間的餡料已經凝固起来了，聞起來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哇，它吃起来那個酸味很濃烈，但並不是檸檬那種硬酸，它是會有一點帶有清香的酸味。然後我們做的時候，這個餡料裡面放了很多糖，實際上吃起來一點都不甜，它的酸味跟甜味很好的平衡在了一起，加上酥皮裡有很濃的黃油的香味。裡面的大黃其實吃起來已經沒有那種纖維的感覺，完全是柔軟的，就像是草莓餡、麵粉、黃油加上濃郁的酸甜，感覺這個味道還真的挺適合春天的。這個酥皮很好吃，它這個酥皮用來做蘋果派應該也很好吃。反正它吃起來就是一個你從來沒有吃到過的水果派的味道，它有草本的清香。不รู้你幹嘛？你也想吃啊？聞聞，是屬於你吃一遍就會記住的味道，是一個很健康的水果派的感覺。這個家伙一直在睡覺，讓他過來營業一下。你要不要吃大黃派？嘿，好，那這期就這樣。那如果你喜歡這期的視頻，喜歡新露谷系列，就給這個視頻點讚。我們下期再見，拜拜。